相关消息报道，澳大利亚海军组成一支编队，包括澳新军团号、巴拉瑞特号、帕拉马塔号以及一艘补给舰天狼星号在内，共4艘战舰于4日进入南海展开巡航活动。据悉，此次巡航是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尽管该消息还未得到澳大利亚官方的证实，但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来看，澳大利亚战舰逼近南海的可信度非常高。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此举是冲着中国来的。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海军为了配合美军在南海的活动，多次派出战舰进入该海域，与美国等多个国家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不说，还曾经叫嚣未来要加强澳大利亚海军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仗着有美国在身后撑腰，澳大利亚全然不怕惹怒中国，甚至不惜损失本国利益与中国作对。想以这种方式向美国示好，登上美国的战车，与其说澳大利亚这是愚蠢，倒不如说该国是在作死。澳大利亚如此狂妄的叫嚣，派出战舰进入南海挑衅我军，确实能够引起美国的注意。但对于美国来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只不过是用来对付中国的棋子。当棋子有利用价值时，美国自然会给予相关帮助。但如果利用价值没有了，会不会帮助就全看美国心情了。可在这之前，澳大利亚想凭借派出的3艘战舰对我国形成威慑，未免也自不量力了。一旦惹怒了我国，澳大利亚这几艘战舰等同于我军演练的活靶子。当然了，澳大利亚现在是认定了美国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所以不仅不害怕惹恼我国，就连澳大利亚的政客们都搞事情了，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我们达成了一带一路协议不说，还要终结我方公司与达尔文港达成的99年租期协议。日前更是传言澳大利亚议员要取消澳大利亚与中国达成的相关战略合作协议。澳大利亚一系列举动都足以说明该国是铁了心要跟中国对着干。既然如此，中国也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将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澳大利亚不想让两国关系回到正轨，中国也自然不会强求。此次重拳出击，发出最强警告，就是在告诉澳大利亚，中国一味的忍耐并不代表懦弱，就算有美国撑腰又如何？70年前什么都没有的中国都敢对美国动手，现在会不敢吗？我国是时候需要关门打狗了，澳大利亚好自为之，正好借此机会打狗给狗看，不然美国人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慌，还以为中国好欺负。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于近日早些时候发布了带有粗话的推文，要求中方船只离开中非争议水域。在此之前，中非双方就纽阿礁事件爆发了一场外交争议，而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菲律宾出动军舰以及军机试图将中国渔民赶出纽阿礁。在明知道纽阿礁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情况下，菲律宾频频拿该事件做文章，绝对是无中生有的挑衅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所谓的争议不过是菲律宾单方面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中国南海相关利益找借口。自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就主动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两国的政治和经贸来往也都在不断加强，可以说两国关系在杜特尔特任期期间是非常融洽友好的。可现如今菲律宾却揪着纽阿礁事件不放，威胁用武力驱赶中国渔船也就算了，现在就连菲律宾外长都公开对中国爆粗口了，难不成正如外界所言，菲律宾这个国家要选边站队了？之所以该国当前接连跟中国作对，很可能与菲律宾即将迎来的总统大选有关。菲律宾国内存在大量亲美势力，杜特尔特想要在明年的大选获胜，就必须要得到亲美势力的支持。就目前来看，与中国作对就是向美国示好的最好办法。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杜特尔特顶多是想获取国内亲美势力的支持，并不是真的想跟中国决裂。且不说菲律宾是否知道自己对美国来说是棋子的存在，仅从中非两国来说，菲律宾现在还离不开中国，双方在经贸上的往来极为密切。菲律宾的新冠疫苗都是中国提供的，每个月菲律宾都会从中国获得400万剂疫苗，这对菲律宾的社会防疫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菲律宾外长此次在爆完粗口后遭到杜特尔特警告的原因了。在菲律宾外长对外指责中国后不久，杜特尔特在一段录制好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到该外长，但却强调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恩人，与中国之间发生冲突并不意味着菲律宾要变得无理，不尊重他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感谢中国，无论是他们过去的帮助还是现在的帮助。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外长爆粗口后立即道歉，所以说明该国并不想与中国翻脸，反之有缓和两国关系的意味。不得不说，杜特尔特是非常聪明的，其清楚地明白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与中国利益挂钩的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美国不行，菲律宾同样不行，一旦继续触及中国这方面的底线，等同于白白给中国送去填岛的机会。
根据媒体5月5日的报道，在本周内七国集团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关于这一次七国集团会议讨论的内容也早就透露了出来，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应该如何应对中俄。而印度虽然不是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但也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都受到了邀请来参加这一次会议。要知道，七国集团原本是由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7个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然而这一次为了满足美国组团针对中国的目的，还破例邀请了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等5个国家参与，但实际上与会国家有12个。据了解，在这次会议是2年来七国集团代表第一次举办这样面对面的会议。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高官透露，在这一次会议上用来讨论如何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时间是讨论其他问题时间的3倍，甚至还专门安排了讨论针对中国时间。然而就是在准备参加这样一场会议上，印度打出了王炸，说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印度代表团中有2人被检查出了是新冠病毒阳性，使得印度代表团只能被迫全员隔离。报道称，原本英国是会对入境人员进行严格的新冠检测的，然而印度代表团在到达英国后，却得到了英国检疫规定的外交豁免权，以至于印度代表团的成员没有被立刻检测出问题。得知这个消息的各国代表自然是惊出一身冷汗的。然而，虽然印度代表团在被调查出来后没有再继续参加第一次七国集团外长的面对面会谈，但是印度代表团在之前却参加了不少会议和活动。据称，在当地时间周2的时候，印度的外长就会见了英国的内政大臣，双方商讨签署了一项新的英国与印度的移民协议。而在周1的时候，印度外长甚至还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了。印度外长自己就是一名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所以最后也只能选择通过线上联络的方式来参加这一次的七国集团会议。问题是，这一次会议5月3日就召开了，检测出印度成员新冠阳性却是在5月4日。在之前的多次接触中，是否有人中招，还真不好说。近日，王毅外长主持召开了以维护和平安全、多边主义、联合国核心为要义的联合国安理会的高级别线上视频会议，其中不少国家都对这件事发表了赞同意见，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明确表示近些年美国的某些动作破坏了国际秩序，同时也让其他人对美国能否遵守国际规则产生了怀疑。说实话，美国这些年一直在世界上忠实地践行着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甚至为了在其他国家附近海域实施军事活动，用所谓的导弹自由航行，愣是把霸权主义运用得炉火纯青，以至于破坏国际秩序早就破坏到海里去了。现在怎么就出来找补，还什么不打自招，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怎么样都不是美国能做出来的事，除非这件事对美国来说有利益。布林肯在自曝后立即又表示，美国现任总统正在向国际发出多边框架合作的意愿，就比如华盛顿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且重新加入世卫组织。这言下之意就是明明白白的要把破坏国际秩序的这口锅全部推到特朗普身上去，让拜登成为下一个收拾烂摊子的好人。当好人，美国能获得什么利益呢？其实很明显，这次美国公开推锅给特朗普，并且强调美国欢迎和各方合作，明白就是继续拉拢盟友。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就中俄就不停地出手，打贸易战，打科技战，军事上虽然没有战，但是军机军舰不停地挑衅，什么追踪窥视辽宁舰，带着小弟在南海军演，侦察机中国海域随意靠近，更是屡次插手台海事务。而在美国这么多动作中，有盟友追随的时候并不多，其中欧盟和美国合作也就几次，虽然看起来跃跃欲试，但实际上想抽身随时可以走。澳大利亚则是脑子不太好使，或者说是被美国利益下的澳大利亚利益蒙蔽了头脑，实力更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虽然日本也是慢慢才和美国绑在一条船上，但是日本更是从头到尾都需要依赖美国的支持。再来印度现在更是自顾不暇等等之类的，所以美国看起来声势强大，但其实基本上都是外强中干。这次明面上虽然是承认了自己曾经做错了，已经打算改正了，但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掩后其背后拉拢盟友的目的罢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拜登上位以来一直在试图重拾当初的联合盟友围攻中俄的计划。之前美国在这期外长峰会上的所作所为，俄罗斯专家就直接表示，这期就是美国的战友俱乐部而已。而且目前看来，这期成员几乎都派军舰来过南海，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自曝美国破坏国际秩序，却又推锅给特朗普政府，其根本目的就是另类围堵、压迫异己而已。所以在美国刚说完后，中国外长就对此表示，国际社会都乐见美国能够改邪，而这话背后的意思明显就是不太相信美国，只是不好意思说。